我们接下来用最大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来自高雄的反共网红波特王。大家好，我是波特王。那今天一开始呢，我想要先帮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大家知道吗？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部位叫做杏仁核，它就像是脑袋里面的警报系统，用来帮助我们面对危险时能够快速的做出反应。而虽然是帮助我们面对危险时的警报系统，但随着杏仁核变得活跃，它也会让你当下面对任何事情都会变得更加担忧、更加不安。而当你处在过度焦虑的情绪下，时间久了，是会伤害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质。那这个部分呢，是用来做出决策、思考跟控制你行为的重要部位。那为什么要先科普这个小知识？是因为我相信，今天愿意站出来的人，都是因为很担心台湾的未来，多少都正处在一个焦虑的状态中。那我自己是不愿意看见爱台湾的各位被这样折磨，因此我想先提醒大家，我们要记得适时的帮自己转换一下心情，来取代掉这份焦虑。怎么做呢？我这边推荐2招哦。第一招，罢免联署给签了，焦虑直接先少50%了哦。那剩下50%我们怎么做？我建议各位我们可以改用兴奋的情绪来替代啊。我示范一下哇，国民党亲中共亲成这样，好烂呢。但没关系，还好我们发现了，这是修正台湾、避免走向错误的好机会。罢免他！哇，网络上有一些假账号会在那边喊绿共，好无知哎！这是什么机会？这是看见脏东西赶紧封锁他的好机会。真有绿共，他哪还能在那边废话？对啊。以及今天现场这么多朋友来参加这个活动，这是让世界看见台湾人不想跟中共站在同一队的好机会。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要比气长的，之后难免会有这种令人担忧的情况。那记得，为了我们的身心健康我们就适时的帮自己转念一下。那今天接下来呢，我会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让大家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罢免亲中立委。首先，中国国民党自1949年正式迁台以来至今已经在台湾76年了。而我的阿嬷呢，她是民国35年出生的，今年生日过完，刚好就满80岁。可以说他比国民党还要早几年出现在这片土地上。哦，对了，我阿嬷她现在人就应该坐在，我看一下好，就应该坐在前面第3排数来，然后对这个往南部的方向了。她现在人在高雄的家里哦。我阿嬷应该正坐在沙发上晚一点看电视可能会看到这段。阿嬷，你哪垮掉？爱你哦。那总之我阿嬷年纪很大了，而她被确诊了失智症，状况时好时坏，偶尔她会忘记我叫什么名字，有时候也会忘记其他亲戚叫什么名字。但重点来了，她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位台湾人。这不是好小呀，你问我哪会知？因为我阿嬷她还是有状况好的时候，像今年过年我就懒得拜拜，然后她就会念说：咱台湾人过年就是在传什么什么。以及我阿嬷家附近的邻居刚好住着一位中配但他不是雅雅那种会喊武统的中配啦是比较低调生活的。有时跟我阿嬷聊天也会听他说对面那中国来因兜今仔日安怎安怎。大家注意到了吗？他讲话的主语还是有台湾人，因此我确认他尽管失智，但还是明确有着台湾跟中国是不一样的意识。结果各位，我们看看现在的国民党，看看现在的国民党立委，输我阿嬷输惨了。别说台湾人主语连台湾人的国家主权都不懂得要守护。国民党有没有失智？我是不确定但他们的立场至少已经退化到清末民初了，完全忘了当初是怎么被共产党耍得团团转，一步一步丢失整个中国大陆领土。你国民党都被中共骗过、砍过、抢过、杀过现在还想重新来过发生过的历史难道都忘了吗？就算是太久远的事，国民党你忘了，但去年8囧的统战纪录片不是也拍出来了？中国有在让台湾人换身份证的你爱中国，你身份证过换换的嘛？你爱做，你过遐做嘛？台湾就留咱台湾人嘛。
过去1年啊，国民党立委在国会里面干嘛？毁宪乱政啊，动删国防预算，提中配6改式法案，封杀立委去中国应该要申报的法案等等，太多了，罄竹难书啊！我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想说不是啊，你们是台湾的立委，身份证上也印着中华民国，你们上班的地方叫做立法院，不是中共统战服务中心呢？啊，推那个什么鸟法案？面对美国对全球关税，国民党还好意思喊说共赴国难？拍谁？国民党，你们就是台湾的国难啊！而且都这种情况了，还想拉台湾人跟中国站同一队，是没看中国关税被加了254%啊，245%啦。说国民党，我看你们跟中共关系这么好，立委还组团去拜访中共高官，那你们就应该当面跟他们讲一件事。像中共不是老爱喊说台湾是他的一部分吗？那你就去建议中共不要武力威胁台湾了，应该怎么样？直接投降归顺台湾，这样也在中共那个一部分逻辑嘛，对吧？你们就跟中共官员见面的时候，当面跟他们讲嘛，哦，你们见王沪宁、见宋涛的时候，就这样跟他讲啊，归顺台湾的啦，这样中国关税问题直接解决呢，245%，啪，瞬间变10%，这艘川普啊都想不到哦。免费提供给你们国民党，就不跟你们收顾问费了。不然说真的，国民党那些法案亲中的程度啊，看了都令人摇头。我都不用怀疑，如果是我阿嬷出来选立委，应该再怎么样，都比那些蓝委更懂得什么叫做站在台湾这边。国民党预算动删之后，中共军机扰台的频率越来越频繁了，但这也合理，因为降低了中共侵台的成本。换位思考一下，我若是阿公的人啊，我嘛会安尼做。所以为了和平，我们必须罢免蓝营，必须修正错误。网络上有一些网友不知道是有什么问题啊，但我看过会在那边说啊，大罢免会造成台湾社会对立啊，就让国民党当完剩下3年再重选就好了啊。好个头，当然不好。你平常时啊买便当，拍开便当发现内底臭生意，还有糖。你刚才想讲啊，不要紧啊，拢买啊，食就好啊，食了搁买一个新的，你食会落吗？你食袂落嘛？你冲网路买有法裤，叫做对方寄来，互你无法过，你刚才想讲啊，不要紧啊，啊穿无法过出门好啊，会安尼吗？那同样逻辑嘛，我们买错东西都会想要退货了，你选到烂人，难道不会想要罢免他吗？所以不是大罢免造成台湾社会对立，应该先想一下，为什么会有今天的罢免活动？就是因为国民党立委在国会乱搞，不然像我一个内向又害羞的人，我有需要站在这边吗？我真的是，如果不是眼看台湾啊要被国民党给搞垮了，我一个大 I 人有需要被逼到走上街头吗？我们选立委是选来替我们台湾人做事的，不是选来替中共做事的啊。大罢免一定要成功。蓝委现在是已经在配合中共拆台湾的大门了，已经不是在那边讲什么好不好的时候了。不要等到中共开坦克来你家门口，你才在那边说哦 ，It is my duty， 嘿，选跟北户啊。现在我们拿笔就能救台湾，不要等到不得不拿枪时才悔恨当初。我们面对的不是政治斗争，我们面对的是中共与国民党联合演出的亲台剧本。这不是政治立场问题，这是你的人身安全啊！你也不只是在罢免立委，你是在选择你要的未来，你是在选要不要被中共当人矿，你是在选要不要成为中国的国有器官，你是在选要不要体验原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我是没爱啊，安尼嘛刚刚嘛没爱。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罢免联署，一起给他签下去，一起罢免掉那些背叛台湾的人，大家用对不对？罢了啦，不是任立委，哪次不罢？今天真的很高兴有看到这么多人愿意站出来，真的很感谢你们。台湾啊，正处在历史的转捩点，现在是非常关键的时刻，而各位，你们就是关键人物。我们不能再沉默，不能再退让。为了你的家人，为了你的下一代，为了你自己，请一起加入罢免联署，一起让更多人了解到国会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罢免
不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让未来的立法院真正有在守护台湾人的利益。你签的不只是一张纸，你签的是改变台湾命运的开始。那今天最后机会难得，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喊个口号，提振一下士气，鼓励一下彼此。但我想要先问一下，在场有看过影片的观众吗？因为你们会决定我，有是不是？好，你们会决定我接下来想要喊的口号。好，等下我说大罢免，然后请各位帮我说大成功，然后我说有共不辱，你们要说。我说被说台独，你们要说。水啦，好，来哦，大罢免，大罢免，大罢免，有共不辱，被说台独，再次感谢，谢谢大家今天来到现场，谢谢。